想好画什么了吗？还没想好描什么呢。师傅，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来这儿的年轻人，一般都是写点吉祥话呀，画个什么小动物之类的。小动物。那我有灵感了。怎么还抄袭人家创意啊？自己想。好。那李石山的案子怎么样了？石山啊，他还是坚持要跟他爸打官司，拿回他的身份证。这也可以打官司吗？理论上完全是可以的。那你觉得应该诉讼吗？如果石山要坚持的话，我还是会尊重我当事人的意见。那当事人他父亲的意见呢？哎，老先生，我就是李石山的爹。冷静点。老先生，您先冷静一下。传我儿子告老子。哎，这怎么了呀？老先生，您先冷静。您冷静一点。老先生，您冷静一点。老先生，窗台的花绽放开，思念也席卷而来，散不开，想与你的手紧握起来，漫步于人海，任由风轻轻拨动你裙摆，再过的回去吧。只有你是无法被替代，好像走反了。知道吗？我只想寻梦已久的爱。哟，许律师、阮大作家，你们一起回来的？你们为什么是一起回来的？因为我们是一起出去的呀。精辟！我其实一直在等你们。许律师，我们的案件是不是可以择日开打？哦，或者说你可以先跟我的父亲聊一聊。哦，好了。我的父亲性格比较奇怪，所以你们要小心一点。谢谢提醒，我们已经知道了。啊！你怎么来了？啊！许律师，这就是我爸，看见没有？他就是这么对我。你拍照啊，留证据。我知道彩姐是遗传谁了。说这事管儿子。我要完成我梦想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记得你说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找一个人一起多管闲事。谁给你养老啊？啊！哎，我走了，我离家出走。许律师，你看啊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你也都看到了，这官司不是我非要打，它是没有调解的可能性。如果你坚持要打官司的话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但不管是对簿公堂，还是私下调解，这都只是达成诉求的方式，所以你应该考虑清楚，你真正的诉求是什么。看来没听清楚啊！我换一个方式来问你啊。当你拿到身份证之后，你打算做什么？买票离开这里啊？去哪儿呢？去远方啊！去远方做什么？实现我的音乐梦想啊！梦想？就他那小兔崽子，一天到晚吊儿郎当，3天打鱼2天晒网，一会儿什么流浪啊，一会儿远方啊。
他能坚持了多久啊？我是不支持的。但是我刚刚听下来，觉得您不是不支持他的梦想，您只是怕他会3分钟热度，不能坚持，对吧？也不是，我是不支持他，以为会弹几下吉他，会哼几句歌，就能出人头地了。我们普通人家哪里追求得起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事儿啊？不行。那你打算怎么实现你的梦想？那就到了以后，我觉得自然会有方法。行，那这样，我来帮你算算你远方的花销吧。好，我们以陈律师来举个例子。他现在在杭市1个月的房租是2800块钱，还是跟别人一起合租的。一天的伙食费大概30-40，这还是有我们律所给他的补贴。如果是没有补贴的话，随随便便点个外卖下个馆子，1个月的伙食费要超过2000块钱。另外，还有水电费、交通费、通信费。你在外地可是没有医保的，如果生了病，还得有医药费。如果说你连饭都吃不好，病都生不起，你如何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呢？其实做梦很容易，但是实现梦想很难。所以你做好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了吗？还有什么准备啊？天赋、努力都不够。我替我儿子打算，我没错。您当然没错了。我也明白，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您的出发点肯定是为他好，但我又想，您有您的道理，那李石山也有他自己的道理嘛。您看看，咱们是不是能够换位思考，才能更好的达成共识呢？他有什么道理？你倒说说看呢？其实石山的这件事儿，让我想到了我刚开始决定写小说的时候。那时候我父母也是不支持的，他们觉得难成事儿，不稳定。但我还是憋着一口气走了下去。我当时就想，大不了撞撞南墙，起码我尝试过就不后悔了呀。哎，结果没想到，我就一直写到了现在，而且我现在也找到了更多这个职业的价值跟意义。当我看到我写的文字可以给大家带去积极正向的能量，我真的非常庆幸自己当初不顾一切的决定。其实我们做孩子的，很感激父母的教导跟指引，但我想，这教导跟指引，是为了帮助我们做决定，而不是代替我们做决定的。所以我想，那石山的道理可能就是，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，也唯有自己选择自负盈亏，才不枉走这一趟。反正我是一定要走的。我觉得从现在准备也不迟嘛。徐律师，你就帮我把身份证给要回来，行不行？我相信你很清楚，身份证的挂失补办可是要比打官司来得更快。那你要的究竟是身份证，还是你家里人的支持啊？石山，如果你连面对你父亲的勇气都没有，你又怎么能让你父亲相信你有勇气来面对未来不可预见的困难呢？我明白了，徐律师。与人相处，需要谨记换位思考。有时候，自以为的关心，可能是对方眼中的掌控；自以为的追梦，可能是对方眼中的胡闹；自以为的社死，可能是对方眼中的可爱。晚饭吃了吗？